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无数的船只争相进入广袤的海域来探寻这未知的世界。随着数不尽的冤魂被大海埋葬，各种诡异的事情也渐渐浮现，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幽灵船。今天老印度鬼故事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诡异日本都市传说食人幽灵船梁荣丸号。梁荣丸号重量19吨，船长是三鬼登喜藏，机关长是细井云次郎，船员连同船长一共是12人。1926年12月5日，梁荣丸号为了捕捞尾鱼，从日本神奈川县的三崎港出港。在后续的作业中，梁荣丸号引擎突然破损，并遭受暴雨的侵袭而陷入了不能航行的状态，随后再无任何消息。直到1927年10月31日，美国货轮玛格丽特塔拉号在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岛偶然发现了失踪将近1年的梁荣丸号。当时美国船员发现梁荣丸号船底破烂，甲板上还倒着遇难船员的木乃伊，另外还有化为白骨的尸体以及没有脚的尸体，发出阵阵难闻的尸臭。走进梁荣丸号船舱，里头有许多血迹附着在墙上，船尾的厨房里到处散落着海鸟的白羽毛，船上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引擎和其他设备也都毁损了。此事件最诡异的是，记录上有12人出海，却只发现9具尸体，而剩下的3人却完全失踪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系列的疑问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好奇，他们纷纷开始追查梁荣丸号海难事件的真相。根据日本当时关于梁荣丸号的船难报道，12月15日，梁荣丸号在海上漂流的时候，遭遇疑似济州地方的船只，船员发送信号呼叫，但对方没有应答就离开了。三鬼船长至此只能无奈地决定漂流，并在记录上写着12月16日，东洋轮船的船通过了附近，不过也没有应答。虽然想办法努力返回日本，不过反而被洋流给冲走了。随后在船长室内，美国船员发现了3本记事本，记载了当时难以置信的惨状。以下为记事本的内容。大正15年12月5日，神奈川三崎出发，作业途中引擎曲柄部损坏，只有1担6斗的白米能保命，可能会死在这里。12月27日，钓到煎鱼10尾。1月27日，发现外国船只，但没有应答。下雨的话，倒是可以使用积蓄雨水作为饮用水。2月17日，食品慢慢少了。3月6日，只剩下1条鱼，食品全部见底，可怕的饥饿和死神将慢慢到来。3月7日，最初的牺牲者出现了。机关长细井云次郎，他说着想再看一眼，想再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一边哀嚎又一边慢慢死亡，全体人员要求水葬。3月9日，钓到一尾像鲨鱼那么大的东西，不过只将长刺，也没有吃的力气了，消瘦死亡，水葬处理。3月15日，到目前为止记录航海日志的井泽舍司病死，换松本源之助之笔，井泽的遗体水葬处理完成的时候，看到全体人员脸色都是青白色的，胡须好像豪猪的毛那么的长，晃呀晃的样子好像亡灵一样，很悲哀。3月27日，四本出造和横田良之助2人突然胡言乱语着：哇，是富士山，终于到了美国，看到萝卜了。原来2人是发疯了，他们咬着左舷甲板苦闷而死。终于快到地狱的底端了。3月29日，吉田藤吉眼看要钓上1条鱼，三谷银吉突然冲上前去，拿着一把斧头朝吉田藤吉的头乱打。虽然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大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呆呆地看着。残存下的人因为蔬菜摄取不足，得了坏血病，口中不断滴下由牙齿流出的血，
看起来像妖怪的样子。4月4日，三鬼船长如同蛇一样，快速伸手抓到了在甲板上低飞的大鸟。全体人员好像看到食物的蚂蚁一样聚集，拔掉了羽毛，直接活生生的吃掉大鸟。虽然是生吃，但很久没有吃肉的我们一样觉得美味无比。这样大家多少可以知道地狱恶鬼为什么会争着吃生肉了。4月6日，石门良治吐血不治死亡。4月14日，泽山看侍郎突然在船舱内发狂，残尸同伴的身姿好像地狱的景象。如果吃人肉能有精力的话，或许还有救。4月19日，富山河南和泽村砍侍郎2人在厨房蒸人肉，他们完全是地狱的恶鬼。但是2人都只是想活着返回日本。同夜，2人浑身是血倒地死亡。5月6日，三鬼船长终于一步也不能动，成员12名中只剩下船长和记录日记的我。3人都患有严重的咳血病，想小便或大便也不能动，只能就这样流出来。5月11日，阴天，西北的风稍强，不管西或南，船只能随风漂流，没有看到山的影子，也没有看见陆地，也没看到船的影子。好想吃一个甜甜的砂糖橘。看着眼前的白骨，我明白，终于要告别这个世界了。日志在这里完结，不过三鬼船长却用铅笔在木板上留下了给家族的遗书。遗书的内容很简单，除了一些临死的感言，唯一让人深思的是，他只对他的2个孩子做出了最后的要求，那就是不要当渔夫。让人不解的是，梁荣丸号的航海日志曾经记录，在漂流期间曾经向好几只过往船只发出求救信号，却没有一艘船对他们的求救有所回应。而偏偏关于这一点，美国货轮云斯顿艾森号的理查德船长做了陈述，却恰恰相反。1926年12月23日，发现一艘木造船在距离西雅图约1000公里的太平洋上漂流着，发送了是否需要救助的信号也没有回复。即使如此，还是靠近这艘船。可是在梁荣丸号的船窗和甲板上约有10个船员往这边看，却没有一个人有反应，感觉被耍，所以离开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只有尸体才知道了。后来梁荣丸号船员的遗体就地火化，遗物则运回日本。而如今对于这个海难事件所存在的最大争议就在于梁荣丸10人谈的真实性，因为航海日志究竟是真是假，大家不得而知，故而很多人认为这航海日志的内容纯粹是他人杜撰的，甚至有人提出现存的梁荣丸10人怪谈其实只是登船搜救队中的一名医师所做的推论罢了。至于真相几何，恐怕已经无人知道了。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最后，对日本都市传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阴斗，回复日本获取日本10大都市怪谈，胆小慎入。本期结束，咱们下周不见不散。